這應該是史上最愛打工的國王吧。2014年，德國一名汽修工報警，聲稱自己的4頂皇冠被盜。警方起初以為他在開玩笑，就沒當回事。可後來經過調查發現，這位報案人的確是大有来头。他告訴警察，小偷偷走了家裡的許多貴重物品，其中最值錢的当属4頂纯金皇冠和1條黄金鏈子，总價值共15900英鎊。听完此話後，警察趕到現場，嗤笑一名普通汽車維修工哪裡能掙這麼多錢，簡直就是個精神病。可這邊話音還沒落，那邊的調查結果就出來了。剛才還滿臉笑意的警察表情瞬間嚴肅起來。原來這個身穿藍色工裝的大叔，表面上是一名老實巴交的維修工，但真實身份卻是西非加納霍霍埃部落的國王。他還統領着一個有20万人的部落。可就這樣一個本該接受萬民敬仰、高高在上的國王，為什麼會跑到德國去幹維修工呢？原因很簡單，因為窮。班薩所在的霍霍埃是非洲万千部落中最穷的一個。彼時班薩的爺爺在位，作為一名睿智又開明的領袖，他從一開始就知道，要想改变部落貧窮落後的現狀，只能依靠更多的知識。因此他將自己的孫子送到國外念書，而班薩也不負眾望，他憑借自身的努力，短短幾年時間就獲得了農業機械和汽車機械的双學位證書。本想學成回國效力的他發現，自家部落的發展水平實在太過落後，自己外出所學的農修和汽修在那根本派不上什麼用场。所以他當即決定還是留在德國當一個打工仔，等賺到了錢再回去也不遲。於是他憑借自己過硬的技術，不僅在德國開辦了一家自己的汽車修理廠，還娶了一名貌美如花的德國老婆，生下2個聰明可愛的孩子，愛情事業雙豐收，小日子過得那叫一個舒坦。可即便身處異國他鄉，班薩卻時刻沒有忘記發展家鄉的重任。他將在工廠每個月掙來的薪水全部如數寄回到部落，用來改善部落的生活。可誰能想到1987年，39歲的班薩正像往常一樣，在廠裡擰螺絲時，卻突然收到了來自家鄉的一封傳真，上面只有寥寥2行字：前國王逝世，由他來繼承皇位。好一個人在家中坐，皇位天上來，這可把廠裡的同事都羨慕哭了。而看到信的班薩，此時顯然還處在懵逼的狀態。按理說，班薩上面既有父親又有哥哥，王位怎麼也輪不到他來繼承。可奈何父親和哥哥都是左撇子，按照霍霍埃的傳統，左撇子意味着不幸，所以班薩就成為了唯一的王位继承人。就這樣，班薩回國後受到了萬千子民的熱烈擁戴，他們為了迎接班薩的到來，還特意舉辦了盛大的登基儀式。畢竟在這個人均教育水平不高的地方，班薩就是那個能帶領他們發家致富的領頭羊。可正當部落的子民們還沉浸在新國王換屆的喜悅時，班薩卻突然告訴大家，他要繼續回到德國，完成自己的修車大業，甚至走前還不忘放話，以後有什麼事電話聯繫就好。這讓部落的子民們都感到十分費解，國王都走了，剩下這個國家誰來治理？殊不知班薩早就在暗中計劃好了一切。因為部落太貧困，要教育沒教育，要醫療沒醫療，在這種情況下談發展根本就是白日做夢。班薩覺得要想帶領部落快速走向繁榮，就只能在外面多多掙錢，所以他毅然決然地回到德國，白天在店裡修車掙錢，晚上通過網絡和電話協調部落的各類事務。他在德國隱姓埋名30年，一年到頭只能回國8次。他將自己多年來所掙到的錢都投入到了部落建設中。考慮到交通不便是導致部落貧窮的首要因素，班薩決定先從修路開始。其實霍霍埃的農業在當地發展還算相當不錯，但農民們苦於沒有銷路，所以經濟發展的異常艱難。道路修好後，班薩還花錢給部落鑿了幾口水井，從德國引進水管和水泵，讓百姓們都喝上了乾淨的水。每做完一項工程，班薩都會專門回國查看，聽取民眾的看法和提議，當做下一步工作的參照。儘管他長時間待在德國打工，可部落的百姓們仍舊特別尊敬他，畢竟他的每個舉動都是在為部落着想。可是想要實現部落的全面復興，只憑借他在德國修車的這點收入是遠遠不夠的。因此班薩還會想方設法跑去當地電視台參加真人秀節目，以歌手的身份進行募捐。他希望通過自己的歌聲和表演，能夠讓更多的人關注到霍霍埃這個貧窮的地方。也正因如此，班薩在德國迅速走紅，他打工皇帝的身份也引來許多媒體的關注。而他之所以這樣做，無一不是為了給家鄉帶來更多的知名度。每一次募捐而來的錢，班薩都會第一時間投入到家鄉的建設中。很快，學校、超市、樓房在霍霍埃的土地上拔地而起。
為了紀念班薩為部落所做的一切，甚至還有學者專門為他撰寫了一本人物傳記，穿藍色工作服的陛下詳細講述了他在異國奮鬥的歷程，以及他對家鄉建設的專注與投入。如今的霍霍埃在班薩的帶領下逐漸擺脫了貧窮落後的局面，教育的問題解決了，醫療水平提升了，就連百姓臉上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可以說，班薩用一己之力帶動了整個部落的發展，造福了上萬名百姓，還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什麼是甘於奉獻，什麼是大愛無疆。他的故事將激勵着更多人去追逐自己的夢想。